沙朗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他被坏人盯上，带到了危险的地方。案发后，警方立刻展开调查，他们发动了上百位搜救队员，调用了空中力量，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绑匪主动和家属联系，提供了很多线索。原本警方以为靠这些线索就能很快破案，但实际上他们正中了绑匪设计的圈套，一直被操纵，浪费了很多时间。直到一个细微的破绽被发现，警方才抓获了这名病态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列克星敦，这里位于南卡州中部，距离该州州府和第二大城市哥伦比亚市大约20公里，常住人口约为24000人，是列克星敦县的县治所在地。主人公沙朗·史密斯出生于1967年6月25日，案发时年仅17岁。沙朗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他们家共有5口人，父亲鲍勃，母亲希尔达，姐姐多恩和弟弟罗伯特。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孩，沙朗从小得到了父母和姐姐的特别关照，在一个充满爱意的氛围里快乐长大。沙朗被描述为是个外向开朗的女孩，在学校是一名3好学生，回到家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她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从来不给父母添麻烦。沙朗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一家原本生活在南卡州的哥伦比亚市，但由于受够了城市的喧嚣，所以在几年前举家搬到了列克星敦。这家人在当地一处安静的乡村置办了新房产，房子位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深处，非常符合他们家的生活习惯。1985年，沙朗完成了高中的最后一年学业，他在即将毕业的那段时间显得有些格外兴奋和忙碌。毕业典礼定在6月2日举行，沙朗准备了拿手的表演节目，还做好了之后和同学们外出游玩的打算，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和令人期待。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毕业典礼即将到来的前2天，一场无法预料的灾难降临在了沙朗身上。1985年5月31日，一个炎热的周五下午，沙朗结束了同学组织的泳池派对，开车踏上了回家路。沙朗家位于一片树林深处，进出家门的唯一通道是一条很窄的泥土小路，他们家的信箱就设立在离家约200米远的小路尽头。每次回家时，这家人都有下车检查信箱的习惯，所以这次沙朗也不例外。下午3点38分，沙朗开车进入了回家小路，他像往常一样停车检查了路边的信箱。当时正在阁楼办公的鲍勃无意间透过窗户看到了沙朗。一开始鲍勃并没有特别关注，因为毕竟这是在自家门口，不太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事情。直到5分钟过后，鲍勃发现沙朗迟迟没有回家，汽车也一直停在原地，这才感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考虑到沙朗患有糖尿病，经常出现低血糖反应，于是鲍勃马上带上药物跑了过去。当鲍勃来到沙朗的汽车时，一种不好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鲍勃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的严重。沙朗的汽车没有熄火，个人物品都在车里，信箱附近有一些散落的信件，最主要的是沙朗不见了。寻女心切的鲍勃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树林，在找了好大一圈都没有发现沙朗的任何踪迹后，鲍勃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现场。鲍勃向警方详细讲述了事发的全部经过，并且一再强调沙朗患有糖尿病，他的钱包和药物全在车上，无故失踪一定是遇到了危险。警方勘察完现场后，很快确信了这一说法。他们在沙朗汽车附近发现了单一方向的脚印，脚印来到信箱后就消失了。结合散落在地上的信件，警方认为沙朗可能是在下车取件时遭遇了歹徒挟持。为了不错过最佳营救时间，警方立刻展开了搜救行动。他们动用了空中力量，发动了300多位志愿者，进行了夜以继日的不间断搜寻。但非常遗憾的是，搜寻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失踪48小时后，警方仍未找到沙朗的任何踪迹。6月3日凌晨2点30分，已经接近3天没有休息的沙朗家人刚刚入眠，突然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来电者自称是绑走沙朗的人，他用着伪装过的声音，指名道姓要求要和沙朗母亲希尔达通话。为了让沙朗的家人相信自己，他特意说出了沙朗失踪时穿着的衣服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听到这里，希尔达完全相信了，他赶忙接过电话，追问对方如何才能放过自己的女儿。这名男子没有正面回答，他明确表示这不是勒索电话，他不需要任何钱财。沙朗现在有吃有喝，过得很好，明天一早他们就能收到沙朗的来信。他希望警方不要再继续调查，如果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他会考虑释放沙朗。交代完这些事情以后，这名男子又说了一句他还会再次来电，接着便结束了通话。在希尔达和绑匪通话期间，鲍勃偷偷向警方传递了这个消息。当时警方也查到了这通来电，但由于当年的技术比较落后，他们花费了近20分钟才确定了打电话的位置在沙朗家30公里外的一处公共电话亭。当警方赶到的时候，绑匪早就没有了踪影，电话听筒也被仔细擦拭过，上面没有留下指纹。尽管这次没有抓到绑匪，但警方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绑匪所说的沙朗写给家人的信。考虑到信件被转手多了，可能会抹掉上面的线索，于是警方连夜跑到邮局截获了那封来信。经过家属辨认，信件确实是沙朗本人所写，但里面的内容让人感到心里一沉。信的标题为最后的遗愿，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爱你们爸爸妈妈罗伯特、多恩和理查德，我现在已经与圣父同在，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心，请记住我的幽默个性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永远爱你们，沙朗。虽然这封信预示着沙朗可能已经不在了，但警方和家属仍然抱有希望。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把这封信送到了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测。证据采集工作通常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在等待期间，警方把注意力放在了劫匪的电话上。他们给沙朗家的电话安装了录音和追踪设备，并且派遣了几名技术人员住进了沙朗家，这样下次绑匪再次打电话时，他们就能快速准确地锁定绑匪的位置。没想到的是，这次来电比警方想象的要快。收到信件的当天下午，绑匪再次打来了电话。警方告诉沙朗的母亲希尔达，接通电话的时候尽量要拖延时间，他们需要通话1分钟才能定位准确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希尔达只能压抑自己的愤怒，轻声细语地和绑匪友好沟通。 Hello? Have you received the mail today? Yes, I have. Do you believe me now?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I believe you because I haven't had any word from Sherry. And I need to know that Sherry is well. You'll know in 2 or 3 days. Why 2 or 3 days? Call the search off. 尽管希尔达尽了最大努力拖延通话时间，但狡猾的绑匪在电话追踪之前就匆匆结束了通话，所以这次警方没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沙朗的父母通过媒体发表了声明，他们恳求绑匪释放沙朗，为此他们愿意答应任何条件。 We just want to simply say that whoever it is that has our daughter Sherry, we want her back. We miss her. We love her. And please send her back home where she belongs. 新闻播出的几个小时后，沙朗一家再次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Hello? You know now that this is not a hoax call. Yes, I know that. 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s has gone too far. Please forgive me. Sherry is now part of me. Physically, mentally, emotionally, spiritually, our souls are one now. Your souls are one now with Sherry? 这名绑匪非常狡猾，每次通话都控制在1分钟以内，没有给警方留下足够时间。这通电话结束后，他又换了一个电话亭，重新拨打了电话。这次绑匪在电话里告诉希尔达，今晚让他们好好休息，过几天他会告知沙朗的具体下落。说完便结束了通话。事后警方通过其他办法查询到了绑匪打电话的2个位置，这2通电话都是来自距离沙朗家几十公里外的不同电话亭。尽管警方第一时间去到了这2个地方，但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
绑匪擦掉了指纹，逃离了现场。6月5日，沙朗失踪5天后，绑匪再次来电。这次通话他没有绕圈子，直接说出了沙朗的下落。Listen carefully. Take Highway 378 west to traffic circle. Take Prosperity exit. Go 1.5 miles. Turn right at sign. Moose Lodge number 103. Go 1/4 mile. Turn left at white frame building. Go to backyard. 6 feet beyond. We're waiting. God chose us. 根据绑匪提供的地址，警方在一座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发现了沙朗的尸体。被发现时，沙朗穿着失踪时的衣服，整个身体被包裹在一块防水布里。炎热的天气已经让尸体腐烂，法医没有在上面找到任何有用线索，只能判断出死因为窒息，死亡时间大概在6月1日凌晨。法医的结论让警方恍然大悟，原来这名狡猾的凶手在绑走沙朗的当天就把他杀害了。事后不断打电话，只是为了戏耍他们和给尸体腐烂创造时间。警方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挑衅行为，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凶手缉拿归案。然而让警方想不到的是，更离奇的事情还在后面。案发8天后，家属为沙朗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约有1000名居民自发来到现场，向这家人表达了慰问和支持。在受害家属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际，凶手再次打来了电话。当时沙朗的母亲希尔达已经难过的无法说话，警方为了获得凶手的位置，说服了沙朗的姐姐多恩接了这通电话。凶手向多恩讲述了自己杀害沙朗的全部经过，并且还说道窒息是沙朗自己的选择，上帝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不会进监狱。听到这里，负责监听的警探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他顾不上同事正在追踪凶手的位置，拿起电话就是一阵狂骂。还没等警探骂完脏话，凶手就结束了通话。事后，这名警探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愧疚，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可能让凶手不再打电话，他们也会中断这条线索。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凶手不但没有放弃与沙朗家人联系，反而打电话的次数更加频繁了。这个变态的凶手喜欢拿沙朗的家人取乐，而且还对沙朗的姐姐多恩产生了迷恋。他不止一次在电话里说，多恩将是下一位受害者。 God wants you to join Sherry Fay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his month, next month, this year, next year. You can't be protected all the time. 尽管多恩内心非常害怕，但是为了配合警方，他不得不24小时待在家里，等待接听凶手的电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凶手每隔几天就会给多恩打电话，但是他的警惕性极高，没有让警方抓到机会。1周过后，警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凶手不再来电，彻底失去了联系。这种沉默是警方不愿意看到的，这表明凶手已经转移了注意力，极有可能继续作案。果不其然，案发2周后，凶手再次作案了。1985年6月14日下午，里奇兰县一名叫黛布拉的小女孩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人强行绑走。当时黛布拉的父亲就在家附近不远的地方，一位邻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在准备阻拦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绑匪开车迅速逃离了现场。起初警方并没有把这2起案件联想到一起，因为2位受害者的年龄相差了8岁，而且他们也不住在同一地区。直到凶手按耐不住，再次给沙朗的姐姐多恩打电话时，警方才确定了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Have you heard about Deborah May, ATLMIC? Richland County? Yeah. Okay, listen carefully. Go 1 west, turn left at Peach Festival Road. Go 3.5 miles through Gilbert. Go through Chain and no trespassing sign. Deborah May is waiting. God forgive us all. 根据凶手提供的线索，警方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黛布拉的尸体。黛布拉和沙朗的情况一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法医无法在上面获得任何线索。当时警方陷入了两难的地步，尽管他们经常能接到凶手的电话，但是受限于技术原因，他们无法快速锁定凶手位置，想靠这条线索破案几乎没有希望。于是警方转变了思路，把重点放在了唯一物证沙朗寄来的信件上。
当时这封信已经被物证专家里里外外检查了好几遍，但是并没有在上面发现指纹或者其他线索。不想轻易放弃的警方又把这封信送到了 FBI 犯罪实验室重新检测。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通过分析信件的纸张，很快就发现了上面的潜在证据。信纸来自一种常见的便签本，而这种便签本的纸张很薄，所以在书写的时候通常会在下一页留下痕迹。技术人员通过给信纸涂抹指纹粉的方式，获得了一串不完整的电话号码。这串号码的开头是205，代表阿拉巴马州。接下来的837是亨茨维尔市的电话交换机号码。由于后4位缺少了1位数，所以警方使用了随意组合的方式拨打了一系列电话。他们挨个询问了这些电话的号码主人是否在南卡州有亲戚或者朋友。通过这种方式，警方最终匹配到了一名叫大卫的年轻人。大卫是一名现役军人，当时正在阿拉巴马州的军事基地服役。他的父亲名叫艾里斯，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家住在南卡州距离沙朗家25公里的地方。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对爱丽丝进行了审问。爱丽丝告诉警方，她不清楚儿子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朗的信件中，但是可以确定2起案件发生时他不在当地。那段时间他一直和妻子在其他州旅行。通过相应的不在场证明，警方确信了这一说法。在谈话即将结束时，警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播放了凶手的通话录音。没想到爱丽丝一下就认出了这个声音，这个人就是他的工人拉里。根据爱丽丝的说法，他们在外出旅行期间雇佣了拉里帮忙看家。由于当年的移动电话还不普及，所以爱丽丝在一个便签本上写下了儿子大卫的电话作为紧急联系人。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大卫的电话被印在了沙朗的信件中。掌握了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到爱丽丝的住所进行了检查。他们找到了那本留有电话的便签本和一些沙朗信件上相同类型的邮票，另外还在浴室里发现了几根不属于爱丽丝夫妇的金色头发。经过比对，警方确定便签本留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与沙朗信件中的印记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定沙朗写信的纸张来自这本便签本。虽然当年还没有 DNA 鉴定技术，但分析人员通过显微镜观察，认为金色头发来自受害者。1985年6月27日，沙朗遇害27天后，拉里因谋杀罪被警方逮捕。尽管他不承认犯罪，但警方通过掌握的线索也能还原出案发的全部经过。案发那天，拉里在镇上开车闲逛时，偶然遇见了准备回家的沙朗。当时沙朗刚刚结束泳池派对，身上还穿着比基尼泳衣。他在泳衣外面套了一身衣服后就开车回家了。拉里是一个有多次性犯罪前科的人，他对这位金发碧眼的姑娘产生了邪恶的想法，于是就一直尾随在沙朗的汽车后面，伺机寻找机会。当沙朗来到家门口停车检查信箱的时候，拉里用枪胁迫沙朗坐进了他的汽车。之后拉里把沙朗带到了雇主爱丽丝的家，在那里拉里伤害了沙朗。得到满足后，拉里对沙朗起了杀心，但在动手之前，拉里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他让沙朗给家人写了一封信，目的是为了折磨受害家属，还有就是拖延警方发现尸体的时间。当时沙朗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所以他在信里表达了对家人的不舍和思念。作案结束后，拉里把沙朗的尸体抛弃到了一处房屋后面的树林里，然后开始了自己的邪恶计划。拉里从折磨沙朗家人和警察中获得了快感，他认为自己的手段完美，永远不会落网，于是又在2周后用同样手法犯下了另一起案件。1986年1月，沙朗遇害近1年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在法庭上，拉里开启了装疯卖傻模式，试图让陪审团相信自己有精神问题。他还大言不惭地让沙朗的姐姐多恩嫁给他。实际上，拉里假借精神病作为理由，逃脱了好几次法律制裁，但是这次陪审团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几个小时后，12位陪审团全票通过了他死刑的判决。1987年，黛布拉案开庭，这次拉里得到了同样的判决。拉里对此表示不服，事后多次提起了上诉，但最终的结果还是维持原判。拉里的死刑日期定在了1996年10月4日。执行当天，拉里选择了电椅作为结束方式，他也成为了南卡州最后一个死于电椅的囚犯。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大熊，下期见。